大家好，我是不眨眼的所长林超。这一转眼啊，又是1-2个月没更新了。其实大家也发现了，从今年开始，我的更新频率变得越来越慢。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最近这2个月 AI 技术带来的冲击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团队都在忙着研究各种 AI 新能力。这个方面啊，大家真的看100期科普视频，还真不如自己马上上手用这些软件感受来的那么强烈。我觉得至少有几个产品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第一嘛，大家赶紧去开一个 ChatGPT Plus 的账号，然后亲身体验一下 GPT-4的底层能力。第二呢，是编程的同学如果还没有把 Copilot 用起来，赶紧用吧。第三呢，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用一下 Notion AI， 去体验一下 AI 辅助写作今天是有多么惊艳。而且 Notion 今天国内也用得很流畅，真的非常方便。第4就是尽快申请去排队开通 New Bing。第5就是可以用一下生成手绘作品的 Midjourney。我觉得对于不会手绘的同学来说啊，比如我，它绝对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你看上面这几大工具，大部分都是 OpenAI 和微软的东西，那也真的是没办法，因为这次的底层变革主要驱动力就是 GPT 的技术变革。也许有的同学已经听说过啊，说 ChatGPT 就是新时代的 iPhone Moment， 也就是 iPhone 时刻，意思就是它会像当年的 iPhone 一样嘛，会引爆整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我看来 ，ChatGPT 的影响其实比当年的 iPhone 还要大。它应该是自1993年 Mosaic 1.0 浏览器推出以来最大的一次产业变革。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年的 iPhone 革命毕竟主要还是集中在 To C 领域，但是这一轮 GPT 掀起的革命正在同时席卷 To C 和 To B 2大领域。如果从影响力的广度来看，它更像是当年互联网从无到有的时候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啊。不过话说回来，关于 GPT 的话题，关注的同学早已经觉得审美疲劳了。最近这2个月，关于它的各种神奇功能，新闻铺天盖地。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直到最近发布的 GPT-4，整个 AI 产业才算真正迎来了拐点，因为它是人工智能首次跨过了常识这道门槛。所谓常识 （common sense），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很烫的锅，你会知道应该先戴手套才能把它拿起来；或者你在公车上看到一个老人给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让位，觉得很奇怪。但是反过来，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就不会觉得奇怪，这就是常识。学会常识需要人工智能不仅能够看懂眼前画面里的各种东西，还得知道社会规范是什么，物理常识是什么，化学常识是什么，而且还得把看到和知道的一切都融会贯通。而这种能力到了 GPT-4 真的开始一步步实现了。比如在 OpenAI 的宣传视频里，它给出了这张图，然后提问说如果手套跌落会发生什么，结果 GPT 就回答说手套会碰到木板，然后蓝色的球会飞起来。再比如这张气球的照片，如果你问他剪断绳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回答说气球全部会飞走。还有最经典的是这个例子，用户问说这张照片你觉得哪里比较奇怪，结果 GPT-4 居然可以回答说这张照片奇怪的地方就在于有一个男的把自己绑在一辆正在前进的的士上，而他居然还在熨衣服。这就是常识。要知道常识这个东西在过去10年里一直被 AI 界认为是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但现在这道鸿沟居然就这么被跨过去了。而只要跨过了常识这一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 AI 真的变得很聪明了。比如 GPT-4 可以直接阅读到有图片的论文，再比如 AI 可以在各种通用考试里取得很高的分数。我去查了 OpenAI 官网上公布的考试成绩，结果发现 GPT-4 在 SAT 数学科的考试里满分800分的卷子能拿700分，在 SAT 阅读和写作考试里满分800分的卷子能拿710分，在 GRE 写作考试里满分6分的卷子可以拿4分，在 GRE Verbal 考试里满分170分的卷子居然可以拿169分。也就是说，在大多数的北美学术能力测试里，它现在都能考过85%的考生了。而且不仅是考试，现在它对于完成人类工作任务的能力上也有了飞跃。在 OpenAI 发布会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工程师只需要在草稿本上用纸笔画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网页草图，然后拍照并上传。接着就是 Magic Moment， GPT-4 在10秒左右就直接生成了网站代码，然后接下来部署一下，一个网页就出来了。要知道这个工作量在过去至少是一个产品经理、一个 UI 设计师、一个前端工程师3人3天的工作量，现在居然只要一个大学生甚至中学生花2个小时自学一下就能够全部搞定。那这些信息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我觉得已经比较震撼了，对吧？但其实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 GPT-4 其实是去年8月份就训练完的模型， OpenAI 一直优化了半年多才把它放出来。那么就意味着今天让所有人都这么震撼的技术成果，其实半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惊艳于 GPT-4 的各种牛叉的此时此刻，下一个更夸张的 GPT-5 版本可能已经接近训练完成状态了，甚至可能已经在发布倒计时了。只能说这次技术进步来得真的太快，这当中肯定发生了某种量变到质变的相变过程，指数效应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到 ChatGPT 的新闻，应该是去年12月份。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些体验过的业内人士就已经觉得很惊艳了，但是当时它的参数也才只有1750亿个，而现在刚刚过去了3个多月，一个100万亿参数的模型就已经可以完全开放给大众使用了。这两者的数量对比，用这张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可能不知道，从脑科学的角度，100万亿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数字也正是人类大脑开始涌
涌现出人类级别智力的开端。这个涌现是复杂性科学术语我的跨学科通识课里面有专门一节讲过它，这里就不再多解释了。总而言之，就是现在 GPT-4能实现100万亿参数的这个规模，是人类历史上 AI 模型第一次和大脑的神经元链接数达到一个数量级。我们人类的大脑皮层包含了大约140到160亿个神经元，我们的小脑包含了大约550到700亿个神经元。这其中呢，负责思考的大脑皮层里，每一个神经元又平均有3万多个突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大脑皮层的神经元链接总数大约是140亿到160亿乘以3万除以2，约等于210万亿到240万亿。所以你看这里210万亿和100万亿这两个数字相差已经很小了。于是，在这个参数级别上 ，AI 开始涌现出通用智能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再想象一下，如果下一个版本的 GPT-5参数规模继续指数级增长，那么就有可能达到人类大脑神经元链接数的100倍以上了。天知道会发生什么。这里我们只能用很保守的方式线性外推一下 ，GPT-4是从文本到图片打通，那么 GPT-5应该可以开始把文本、图片到视频全打通，然后 GPT-6可以进一步打通3维立体世界。再这么发展下去，人工智能可能就可以开始理解4维、5维甚至11维的宇宙。到那个时候，它就彻底进入人类无法驾驭的信息领域了。它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内涵我们可能也完全不得而知了。反正我们至少能知道 AI 的写作能力、编程能力、绘画能力、推理能力、编剧能力全面超过人类专业人士，应该只是时间问题。这方面，红杉资本之前其实出过一个预测报告了，他们认为 AI 在写作、代码这些方面能力全面超越人类，大概要到2030年。现在看来，他们预测过于保守了。好，那么紧接着我们自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么势不可挡的 AI 发展浪潮之下，到底有多少工作岗位会消失掉？这个问题我们很快会有新的一期跟大家继续探讨我们下期再见吧。